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1月10日，星期六啊，已经有很多天没有更新了啊。那差不多在2026年呢就没有更新过，因为最近呢都去旅行了啊。然后呢，因为这次旅行嘛，也想深度的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呢就纯粹的就是旅行啊，也没有在旅行当中去拍摄些什么东西啊，再发一发之类都没有。其实最近旅行的当中呢，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就是风景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我想了一想呢，还是回来啊，坐在我自己这个小桌子面前呢，感觉好像更有感觉啊。因为那些虽然景色很好啊，或者说有一些很华丽啊或者什么东西的，但感觉就是啊，好像我坐在这里录这个视频，就更心里面踏实的感觉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也没什么特别的重点啊，就有不少网友呢就问了一些问题啊，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啊，比如说有的是关于移民的啊，有的是关于这个投资理财的。那么今天呢，这个视频呢，就看看啊，大概能回答多少呢？我就统一的去回答一下。另外一方面呢，就也是告诉大家啊，就是我回来了啊。那么接下来要就是开始2026年啊，重新更新一些视频。那么首先呢，就是讲讲这个旅途的这个所见所闻吧。其实，在圣诞节啊，就是去年的圣诞节，我们就出去旅行了一次。然后呢，当时也是想的就是泡温泉啊，然后就吃那个什么圣诞大餐啊什么的。但那一次呢，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我们去了一个地方，然后住在一个酒店里面，就客人是很少的啊，反正就是生意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客人也不是很多，并且呢，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们就可能就是那种酒店嘛，他就一直那个暖气开着嘛，就很暖和，所以就当地有些居民呢，他就带着什么吃的东西啊，带着一些什么牌啊，还有这种麻将啊，西班牙人也会打麻将，那么他们就可能跑到酒店里面这种大堂里面坐着，因为那种酒店大堂很大嘛，然后他们就打牌啊、聊天啊，这样就度过这样。那么我对那个圣诞套餐啊什么的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觉得还不错啊。但是大部分的人感觉不满意啊，他们觉得就是实际的价格就超过了啊，就很贵，就是说他觉得付这点钱应该有更多的回报啊。那么凭良心讲，就是付那个钱呢，如果说你正常的按照，如果你在什么香港啊、日本啊，这种亚洲啊，那你肯定，我觉得吃到的东西啊，或者说场面啊，看起来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在这儿呢，确实啊，就显得有点冷清啊。因为基本上我们每年嘛，圣诞节都会在那个外面去活动一下，去外面度过。我感觉呢，就整体今年这个去年这个圣诞节比前年的那个圣诞节，就是业务上啊，生意上要稍微淡一点。然后呢，就是新年啊，我们又去度假。那这次呢，就感受就更深了。这次因为待的时间也更长一点。然后呢，主要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是西班牙比较冷的一段时间，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就只有5度。今天是在9度到，我看看啊，9度到15度啊，就前几天最低的时候只有5度啊，而且我们这边已经算是比较就是不算是很冷的地方了啊。那么到那个酒店里面啊，或者说去度假旅游啊，又泡温泉啊，
然后可以那个有什么 SPA 啊，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这次去呢，就发现这个生意呢，它就更冷清了啊，因为可能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呢，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有一些人还想来庆祝一下的，对吧？那这段时间，就更冷清了啊。那么按照我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时间，因为西班牙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热的，就在欧洲是属于比较热的地方嘛，对吧？那而且消费也算是比较低的啊，但是实际上生意并不好。早餐厅啊，就只有大概两三个人啊在吃饭。就本来正常情况，那个自助餐厅应该全是就是满满的，就大家应该是自己去取食物啊什么的。因为就人太少了，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安排那个自助餐啊，就给你点单啊，就给你个菜单，给你点那个套餐。当然，其实就套餐的质量是不差的，对吧？就也是你可以点很多东西，什么水果啊，各种各样的蛋啊，还有蔬菜啊，什么饮料啊都可以啊。虽然种类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个新鲜度啊各方面肯定比你自己去取的，就是自助餐这种要好一点。但是呢，你就能感受到啊，这种生意就不好。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在这边比较资深的啊，就是这边经常的那个有这种活动啊什么，就会去邀请他的，就是他会去讲一讲，就是什么餐饮啊、旅游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么这个人是个西班牙人啊，西班牙人是比较资深的。那么他呢也说啊，他说，这2年啊，就今年去年到就是现在，他说就整个来旅游的人呢，他说钱都被那个摩嘎多纳赚走了啊。摩嘎多纳就这边超市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来旅游，就很少在这种高档的餐厅啊什么或者什么去消费啊，就基本上都是超市里面去买一点吃的东西啊。这个呢，就是我这次旅游的一些见闻。当然了，人很少是吧？那我们玩的还是比较开心的啊，因为毕竟就像你去 SPA 什么，就等于你一个人就包场了啊，就人多，你看着大家都裸着，对吧？也感觉有点不舒服嘛，是吧？那么人少啊，就很安静啊，所以就体验还是可以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先说一下这个移民的问题吧啊。移民的问题呢，其实有朋友就问啊，他说，想现在再来办这个移民啊，有好几个啊，就写邮件给我是吗？啊，我也没有回复啊，那么我就统一回复一下吧啊。那么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那么我是当时说的，我说那个美国这边老川啊，必然他会把这个向右的这种思路呢，就带到全世界啊，尤其是欧洲。那么欧洲这边呢，其实目前基本上啊，除了少数的啊，像什么法国啊，像西班牙啊，还是就坚守着就是这种比较偏左的价值吧啊，像什么意大利啊、德国啊什么就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荷兰啊这种国家啊，都基本上就是比较偏向就是老川的这个思路的啊。那么最近呢，就老川也一直在批评欧洲啊，在各种这种公开的场合里面，其实基本上就是只要他公开场合吧，谈到欧洲话题，就2-3天他就会讲到，对吧？那主要针对的啊就是欧洲的移民政策啊，这个其实我2025年也说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他要推出这个移民政策，比如说像美国到现在啊，在2025年已经有200多万的，就是非法移民就离开了。那么他这种移民政策呢，必须要就是他的盟友上，对吧？要采取跟他同样的这种价值啊，那么让他就不会变得很孤立啊，就这种一种方式吧。那么
其实，在西班牙呢这边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明年啊，就是一个2027年呢，就是一个执政党重新要选举了啊。那么如果没有老川啊就获胜了，也没有老川就是啊他的这个干预呢，就是这种思想干预啊，就是说思想干预。那么大概率呢，就是还是现在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啊这种移民政策。那么现在呢就不好说啊，因为最近其实发生了一件大事，对吧？就是老川啊搞了一个行动，把那个马杜罗啊从委内瑞拉就请到美国去了啊。这个事情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对吧？那么有一点可以证明的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老川啊，他想要去推进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完全按照他的这个目标去进行的啊，就基本上就是他顾及的是自己的政策能否执行啊，也可以说就是说，他想要去做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去做啊，这个呢是最主要的。那像西班牙对吧，在这个委内瑞拉的事情上啊，还是就对美国这个行为呢，还是提了一个反对的啊这种方式，对吧？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欧洲啊，就整体的，因为欧洲现在已经也公布了一个新的，就是对这个整体的非法移民啊，就会把他们就遣送到那个什么第三国啊，就是一个类似于什么非洲这样的一个国家，就现在已经确认了，就最近这段时间啊。那么明年也是的啊，就如果说在这个一年里面啊，这个美国的影响力它如果越来越大的话，因为现在欧洲其实有很多事情还是指望美国的，对吧？比如说像乌克兰的问题啊，乌克兰的问题如果要最终要解决啊，美国肯定要是出大力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仅仅靠欧洲的话，就是说只有防御能力啊，或者说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就是说只能这样耗着。但是像欧洲现在的经济啊，现在的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对吧？投入的经济啊，投入的这个财力啊，这个大家都耗不起啊，所以就是有很多方面还是指望着美国的啊，所以就是你指望人家嘛，你必然有很多东西，对吧？你就要向他那边妥协，而且这个老川也是一个特别会讨价还价的人啊，所以呢，我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什么非盈利这种移民，或者说其他的啊，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影响最少的，就是那种叫什么数字游民，就是说你自己靠别的地方赚钱的，对吧？不管你是靠理财啊，还是你是靠什么远程工作啊这种，就你能赚到钱的，那这个你没什么大的影响啊，就你这里不待了，反正你也到别的地方去，对吧？就是说这些人可能就真的是奔着来这边玩一玩啊，来这边生活一段时间，感受一下，是这种心态啊。那其实我现在我就是这种心态，就我没有想过很长远的事情了，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人生嘛，对吧？你肯定就是一个各种体验。那你说你美国体验一下，你欧洲体验一下，你那个亚洲对吧？或者说非洲啊，你都去体验一下。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啊，因为最终什么，我不像很多人会想的，就是到50、60岁或60、70岁啊，他还要想拿一个什么身份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就这种东西就太束缚你了。就是说，如果你顺便啊，我觉得是 OK 的。比如说你在这边一住啊，你就住了10年，你很顺便的，对吧？你去拿到了一些东西，就很随缘的，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如果说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强求自己啊，你就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然后你人也老了啊，其实到时候就随风飘洒，对吧？你就没意思了啊。所以我不强求这个东西。那么我觉得呢，就这种呢是最没有什么影响的啊。
如果说啊，就是非盈利的啊，就你很想就是继续留在这里的啊，转成什么长居啊，或者说加入国企啊什么，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尽快要转成就是纳税的啊，不管你是做老板，还是你是那个工作啊，就是你尽快要去往这方面去考虑，最好就不要等到那个5年以后了啊，就越早越好啊，因为可能就是今年或者就是明年啊，这个我觉得政策会立刻就转向，就会针对就是一切就是说不能够纳税的啊，因为其实很简单，就你不纳税啊，那你就是获取方嘛，就是你从这边要获取的。但是老川他提倡的这些东西，包括欧洲现在整体的统一的口径啊，就是要转向，对吧？所以这个啊，我觉得是很简单的。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来啊，你是想通过这个什么非盈利啊，然后你再转成一个什么工作来考虑赚钱的，那我觉得你要考虑最好等到就是明年，就2027年啊，因为2027年我认为在2027年的就6月以后吧，那么很多东西就会尘埃落定，你就会拿到一个比较靠谱的啊比较稳定的一个版本。那么到时候呢，像美国的美国在今年要进行中期选举了，那么老川还能不能就是牢牢的就是把那个美国的议会就是主动权拿在手里，也是在今年就是能看到的，对吧？所以说就是说，等于是美国和欧洲双重的这个很多东西都稳定了啊，包括有可能在2026年俄乌战争就能够停止，那么很多东西你就会稳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你的预算各方面你就能够有一个很可以控制、很可以估计的啊。不然的话，就是你来的话，你可能面临的就是一直很多的动荡，对吧？就可能一会儿给你说这样行，一会儿又不行了，那你就额外多付了很多成本，或者说有可能就不行，你就要走了，对吧？那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想的。你一个人还好，你要是带家庭再有孩子，那怎么弄呢？是吧？就像有人咨询我，当中就有人说我是设计师，我有2个孩子，然后我要来这边孩子能否跟得上学习？我觉得你先考虑就不是孩子能不能跟得上学习了，就你自己能不能在这稳定下来。我不说工作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就能不能稳定下来，符合这边的各种各样的移民的要求我觉得都是值得考虑的那么这个呢是非盈利的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是扎根居留的，对吧？其实扎根居留的朋友咨询我的人也很多因为他们呢简单来说就是没有非盈利的朋友那么有经济实力，但是呢他们呢也是想在这边留下来最好能够赚到钱的，是吧？其实很多人都是目前很焦虑因为很多人就是他提交了居留的申请，但是呢现在也没有拿到这个居留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尽快的就找到一个安稳的工作就不要那么要求那么高了，就要求低一点，就是也要去做，对吧？还有就是很多那种还在路上的我觉得就真的不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对于扎根居留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更多的考虑是什么？考虑的是一个生存成本的问题。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这个我可以肯定的说，就2026年的在西班牙的生活成本最少还要比在2025年要提高20%以上这个我把话放在这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从整个的经济来讲，就欧洲它已经没有什么不停的去输出就是赚更多钱回来了基本上就是因为你像美国这边问欧洲征了更多的税，对吧？然后能源什么现在也是牢牢的其实控制在美国手里了。本来欧洲的话，它从那个俄罗斯什么就买一些便宜的能源那现在这个能源也是回到了美国的手里那
美国又要征关税啊，然后对欧洲的这种出口啊什么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再加上欧洲前一阵子他又批准了啊，反正多少钱1000亿吧欧元啊，又要给到乌克兰，所以就是这里的这个物资的这个生活成本啊各方面的，在26年肯定还是有大幅度的一个上升啊。那么当然了，就是有些朋友肯定会讲啊，就是这个感觉不明显，对吧？我还是在这边很赚钱啊什么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对吧？因为我说的是普遍的，就你本来你有，比如说100万，从你身上多加20%，这没有多少钱啊。但是你对如果本来口袋里就没有多少钱，他又要再额外加上一些成本，那就更严重了，是吧？所以就是这个啊，我觉得真的要考虑清楚。就是说，你如果一定要来啊，一定要就是考虑，那你也要把这个成本要往上就提高20%到50%最少啊，因为你要做一个比较有余地的事情啊，千万就不要存在着一个赌一把的这种心态啊。那么说了那么多啊，再聊一下这个投资理财的事情吧。那么有些朋友呢就跟我说啊，他说能不能啊去开个会员，然后呢带我们一起理财投资一下啊。那么我实话实讲啊，因为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好的一面告诉大家，对吧？不好的就不讲出来。那其实我之前录的所有的移民的节目，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吧？就我是很诚实的，就我过得好就是过得好，我过得不好的我就也会老实的讲出来。那么投资这件事情也是的啊，就我之前啊，我录这个投资美股啊是个视频呢，主要当时也是就在2025年的11月份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想再讲那个什么就西班牙的一些移民的这个东西了啊，因为讲来讲去啊也没什么好事情，我自己看了我都嫌烦。当然我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就想转变一下，对吧？找一点素材。那么我当时呢就看到巴菲特说的啊，可以赚取每年50%的收益，稳定的啊，用个小资金。所以呢，我就想增加一点我的视频素材。那么大家看着呢，觉得好像哎呀很厉害、很神奇，对吧？你短短的1个多月啊，你就赚了56%的收益啊。那么其实呢，在前2天啊，这个收益是达到65%了，已经啊，就又增加了一些。但今年呢，其实我也没动，因为我去旅游了嘛，我也不想再去频繁的去弄。但我老实说什么，就是这个事情并不是大家看的那么轻松的啊，就是好像投资就赚，投资就赚。对我心里来讲啊，其实我也是很累的啊，不然我就不会去旅游那么多天，然后也不发视频了，对吧？而且我觉得不管对谁都是这样，就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投资者啊，因为这种投资本身其实没有人能够像神一样啊去控制的这个局面，包括就是像什么华尔街的什么财团啊、大佬啊、真正的庄家啊，对吧？就他想要就是产生的结果总是跟他的预想是有偏差的啊，即使是巴菲特啊。就我自己的理解，这个巴菲特他晚年的投资，他的收益就越来越低了啊。那一方面他说是因为资金很多啊，资金影响了收益，这个我是就是觉得有道理的，对吧？但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他也是，就年纪越大，那么他越输不起了，因为他已经是股神了，他稍微有一点就是失败啊什么的，可能就不想去把一世的英名啊，去这个毁掉，是吧？啊，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啊，对于我来讲也是的啊。就我看到很多人说啊，就你能不能带我去投资，带我去什么？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做到100%盈利的啊。或许是我现在运气好。或许明天我就亏掉了，对吧？但是我自己亏我自己的钱，那么我也没什么
啊，就我本来就是存的这个小额的钱，我去就是为了做一个内容啊。那如果说我去带上别人，我就会有心理负担，可能我觉都睡不着啊。这个不是取决于就是说，你怪不怪我的问题啊，就取决于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那我肯定会有这样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自己心态上啊会变得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就不愿意去这么做啊，并且我也想告诉大家，就不要去找任何人这么做啊，因为我还是很愿意啊，就是说把这些想法啊，把真实的就是我投资当中遇到的想法，或者说我真实的一些投资的可以说是经验啊什么的，就分享给大家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掌握一些，那么你自己的东西始终是你自己的，你对这个市场，你未来就是能够获取成功，对吧？如果真正的就是有一个人啊，他能让很多人啊跟着他一起去投资理财收益，那我认为大概率，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啊，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啊。因为以我目前的理解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做不到，这个是超级有难度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很感激大家，就有些朋友对吧，就顺便很看得起我。当然了，就是对于我的这个投资的东西内容、视频内容，我还是会继续去分享的啊。虽然看的人也不多，但是说不定对一些人是有益的呢，对吧？这个我还是会继续分享的啊。那么我的频道呢，也永远不会去搞一些什么会员啊、什么收费啊这种东西啊，因为本身呢，就 YouTuber 这个油管就不是我想去靠这个赚钱啊，就怎么说呢？就是说靠这个吃饭的啊，就我主要也是就坐着玩，然后就有时候像闲聊啊，对吧？有时候想要自己找点事情做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就大家可以经常看到我的更新不是很稳定的啊，我也没想过就是从大家身上去赚一点这个钱啊什么东西的啊，所以我不会去就一脑门心思去想这个事情啊，并且分享也是的，因为既然我也不想去赚什么钱了嘛，就靠这个，所以我分享肯定也是随心所欲的啊，是怎么样情况就怎么样情况，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的生活啊，因为我的这个视频就是讲生活，其实看起来啊，好像一会儿讲讲移民啊，一会儿讲讲什么理财啊，但主要其实我生活现在就经历在这个阶段上啊。明天如果我去探险了，或者我去干一个什么别的事情了，可能我也就会讲一讲那个阶段的生活又碰到什么事情了，对吧？啊，就主要讲一些就是我生活当下的一些状态啊。好吧，今天视频总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啊，我回来了，然后发一个就类似于闲聊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可能也不一定给大家带来真的什么收益啊，谢谢大家吧。